你在找什么？哎，别轻举妄动，地上的可不是水，是油。听说东夏质子许多年都未出至宫，现在突然出现在侯府的地窖里，你一定在找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吧？自从前任东夏女王去世以后，东夏便丢失了一样至宝——鬼玺。10年前，当时的青天剑监正蒯夺带着鬼玺回到了大幽。你知道蒯夺拿到了它，便联合曹敬贤和庄如影，杀了蒯家满门。只可惜，这里根本没有鬼玺，庄如影没有拿到它。这一切，都是我为了引你出现而设下的局。你已经中了我设的迷香，不要再动了，否则这一箭射的就是你的脑袋。怎么会是你？藏海，你今天不应该来这里的。所以你就是质子。原来我一直在找的人，就在我身边。你在说什么？你入大庸为质，就一直在找鬼玺，是不是？鬼玺是我东夏至宝，我当然要找到它。那你与曹敬贤也早有约定，要一起寻找鬼玺，不是吗？我是和他有约定，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身上藏的秘密是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身上背负的是蒯家灭门之仇，因为我是蒯夺的儿子。蒯夺，你藏在曹敬贤和庄如影的身后，与他们联手灭我蒯家之时，一定想不到我能活到今天吧？藏海，不是这样的，你。我曾在我父母的人皮面前发过誓，
我一定会手刃仇人，替他们报仇。他一时半会儿应该醒不了，你趁乱从后门走。怎么是他？他就是智子。按计划行事，快走！啊！张如意，张如意，怎么样？这个场面你应该很熟悉吧？你若不把东西交出来，咱家就把他们一个一个全杀了。他要的东西你就给他吧。天道轮回，原来如此。张罗爷，你可真够狠心的呀！那咱家就慢慢的折磨他们母子，让他们零零碎碎的受罪。就凭你这条阉狗，也配得到他？做梦！长后小虎，这交给你们了，上！父亲，儿子来迟了。好儿子。
质子突然被约，东西没拿到。撤！撤！走！父亲，我没事。叫大夫！快叫大夫！ 你可知曹敬贤为何带人杀到府上？曹敬贤在众人面前演这出苦肉计，恐怕不只是因为提前知道了侯爷想要弹劾他。昨夜场卫与府兵在前院交战，财库里却也留下了场卫的尸体，下面还失了火。糟了，侯爷，您的铜鱼……别慌。 想算计本侯，没那么容易。但这条阉狗不是为铜鱼而来，他杀到侯府是为了鬼玺。鬼玺？他笃定鬼玺就在本侯府上。侯爷，小人突然想到，会不会是大公子？ 知道了鬼玺和铜鱼的事儿，架不住曹敬贤的手段，都告诉他了。本侯从未和知府说过这些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侯爷恕罪，这段时间大公子突然与小人往来密切。上一次他来我府上之后，一些与寻找鬼玺相关的图纸和记录就不见了。什么？事关大公子，小人也不敢胡乱猜测。 但昨日之事如此蹊跷，小人越想越觉得不对劲。为什么大公子突然就与小人亲近起来？而且，他拿那些图纸要干什么？您和我都知道，鬼玺不在这儿，为何曹敬贤就是不信呢？你起来。 我问你，为何知府要背叛本侯，而知行却从军营回来，救侯府于危难之间？这一切，当真不是你在中间做的手脚？侯爷，昨日二公子身受重伤，差一点就看到了心脉。他不顾生死前来相救，这不是小人可以左右的。 本侯与曹敬贤都到这个地步，皇上肯定是知道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如何向皇上解释。皇上必定对此事很忌讳，而曹敬贤也一定不会向皇上说实话，只怕不好对付。 你说，如今皇上会不会只信他，而不信我？大公子向曹敬贤画押认罪，有口难辩。事已至此，依小人看，只有侯爷先替大公子 主动请罪，以求自保。而侯爷您，也必须得让皇上看见您认错的态度，才能让皇上放心啊。
让皇上放心。我还遇到了一位故人，我知道他这次回来是要杀了蝶替他全家报仇，我要他离开京城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娘，我没做错吧？志农，你来看，这花儿很罕见，它长成后，根茎可以入药，花和种子却有毒。 谁？二公子，你为什么还没走？我的事情还没有办完，还不能走。不怕我告发你吗？怕。所以我今日前来，是要杀你灭口。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别以为你帮了我，我就会允许你杀我爹，你死心吧！ 哎，你干嘛呀你？二公子，你看，这坟上是不是只有这种花？坟上开花，有什么奇怪的？你在林中的其他地方还见过这种花吗？它叫独岭南星，整株有毒，为何偏偏这种毒物？ 只长在你娘坟上，还如此茂盛。或许是从别的地方飘过来的种子吧。独岭南星是南诏州特有的毒草，是飘不到京城来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要么是有人将它特意种在你娘的坟上，要么就是坟里的尸体本身就带着独岭南星的种子。 不过你应该清楚，前者几乎是没有可能的。你想说什么？如果猜的没有错，你娘应该是被他毒死的。不可能，我娘就是生病去世的。她走之前，我整日整夜陪在她身边，没有人能下毒。独岭南星虽比不上砒霜的毒性烈，但以它的花毒，每日服用一点。 长年累月积攒在五脏六腑里，到了某一天，人自然就死了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只需要二公子将令堂的遗骨请出来，便能查个分明。你要我挖我娘的坟？二公子难道不想知道真相吗？也许毒害令堂的，就是你一直最敬爱，也最意想不到的人。 藏海，你畜生！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说是我爹杀了我娘？这个事啊，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你为了杀我爹，就要挖我娘的坟，你为达目的捏造谎言，你丧心病狂！那我问你，为何庄家先祖的坟茔都在陵园的东南面，单单你娘的孤坟在北面，还如此的简陋？ 他的牌位到如今为何都进不了祠堂？你闭嘴！最重要的是，你娘去世这么久，为何你爹一次都没有祭拜过她？为何？啊！你还欺负别人？看这画，是不是如我所说？
若是不信他有剧毒，你有没有胆量将他吃了？你说的每一个字，我都不会相信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给我滚！明日祭祖的时候，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檀木凝香，庆心悠长，定国安邦，祖德贤良。玉杯佳酿，琥珀之光，净手而酌，报恩祖方。列祖列宗，不孝子孙装鲁隐，携家眷前来拜祭。侯府家宅安好，妻贤子孝，望列祖列宗英灵保佑。拜，兴，再拜，兴，三拜。兴，礼成。侯爷，祭祀的贡品都沾了先祖的福气，吃了一头好。侯爷，这些点心在外面放久了，刚才启风已经沾了灰，让他们重新做一份吧。把香灰包起来，带回府里埋上，也算是有意头了。就听夫人的。这花是哪来的？奴婢不知。夫人，这花有什么不妥吗？问这么多干什么？赶快丢掉。是。爹，又怎么了？您很久没有去看娘亲了。自她离世之后，您就再也没有去看过她。一会儿，我要去猎场狩猎，你不是不喜欢狩猎吗？自己先去吧。师傅，看到了吗？
我今日非猎掉他不可。这。 你们俩过去看看。爹，好剑法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不爱骑马吗？小时候爹曾教我骑射，还是有些底子的。每天沉鱼享乐，也不练习。既然来了，就跟着。 爹，儿子刚才看到有一只小鹿，往那个方向去了。我去瞧瞧。走，走。爹，怎么了？去。 你这是做什么？爹多年来不愿见母亲，我只能出此下策，引爹前来。您真的一点都不想她，不想看看她吗？明明从前您那么爱她、疼她，为什么爹变了？为什么一切都变了？想到她。 为父就不好受，所以宁可不去想，不去见。爹难道还会为娘感到伤心吗？行了，回去吧。爹，等等。娘坟上的花开得好看，请爹带回去，插在瓶中。她若是想念您，透过这花。 也许能看到您，我知道，他一定很想念您的。灵魂之说都是些无稽之谈，我们习武的，从来不信这个。不管怎样，这是我娘坟上开的花，您带回去养着也是赏心悦目啊。男子汉大丈夫。 不要花花草草的。今日念你，思母心切，为父也不想训你。时候不早了，走吧。这。那只独领南星是你放的吧？猜测无凭，总要让你亲眼见着才是。先夫人没有地宫，只是简葬，只有棺没有椁，所以棺材才会腐朽得如此之快。生有宣冕、福位、古禄、田宅之分，死有棺椁，
萧金，矿陇之柱，很难想象，这竟然是侯府夫人的墓葬。我要开棺了，你若是不忍看，可以去上面等我。不用，这是我娘。来，3、2、1。令堂的手腕骨是畸形的，而且与普通人的骨骼相比，明显要小一些。他的左手手腕骨也是畸形的。令堂去世前，可有全身无力、头晕头痛、四肢麻木的症状。一开始只是头晕昏沉，请了大夫也不见好，之后便每况愈下。 整日头晕恶心，精神不振，到了最后，甚至常会说胡话，浑身抽搐，疼痛难忍。那就对了，这正是毒理南星中毒的症状。毒理南星中毒的人都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骨骼缩小畸变，加上令堂去世前说胡话。 便是毒瘾入脑，是中毒最深的表现。你肯定吗？我从小跟着师傅耳濡目染，不会有误。我想，你娘应该是去世以后，身体里还有没消化的种子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种子伴着尸液进到了土里面，才会生根发芽。 我娘一生与人为善，委屈都自己咽进肚子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人呢，并非一定要作恶才会招致杀身之祸。这毒，并非一朝一夕能置人于死地，需长期服下，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。也就是说。 这事儿一定是身边人干的，外人不可能做到长年累月的下毒还不被人发现。我昨日让你在祭礼上看看，你都看到了什么？奖项。今日陵园里那束花是怎么回事？应该是底下的丫鬟们不晓得缘由，插错了。这么不小事的丫头，找出来杖毙。 是，但此事应该只是巧合，主母无需过分忧虑。若只是巧合，倒还好，只怕是有人故意。主母说的是二公子。你说，他不会是真看出什么来了吧？奴婢觉得不像。 二公子以前来陵园，都是颓唐模样，今年也是如此，没有什么出奇的。以二公子的性子，他知道了定会大吵大闹，怎会像如今这般安静？再说了，就算他知道了，又能如何？没凭没据的，凭他现在这副窝囊模样，也不能掀起什么大浪来。 还是主母好手段，将他养成这般废物。府中的吃穿用住都是他管着，而我娘，就是回到京城1年后才开始生病的。曾子曰：“
慎哉，孝之大也。心儿写的真好。娘，你怎么了？一开始，府中请了许多大夫，治了许久都不见好，病反而越来越重了。我很着急，我也不玩了，都天天陪在他身边，哪儿都不去。可他再也没有好起来过。后来，我去找爹，爹也不肯见他。娘，娘，我不要你死，我不要你走啊！无论娘在哪里，都会保佑你的。你一定要听爹爹的话。为什么爹爹还不来看你？爹爹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星儿，无论如何，他是这个世上最疼爱你的人。娘不求你像爹爹一样，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儿。娘只希望你活得开开心心的。这是娘唯一的心愿。以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走了。娘陪不了你了。娘，我不要你走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我娘。我爹都再没来看过他一眼，我一直都想不明白，我娘为什么渐渐失去我爹的宠爱，我爹又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将我们母子俩弃如敝履？我昨夜在你娘的坟上看见这花，就觉得这事儿没有那么简单。我之前在侯府打听过你的事儿，下人们说的话都是一样的，他们都说是你娘背叛了你爹。你娘借身体不适为由，与一名药郎过从甚密，两人暗通款曲。胡说八道！我娘深爱我爹，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儿。你想知道真相吗？蒋襄身边曾经有一个不起眼的侍女，5年前因为犯了事儿被赶出了侯府。今日我让人找到了她，并问出了真相。你娘与药郎的事儿，正是当年她在蒋襄的授意下散布的谣言。别闹大了，我来办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要毁掉一个女人，破坏她的贞洁，是千百年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。你若是还不相信，我可以把此人交给你，你自己去问。我爹，他知道吗？我查过了，侯爷回京不久，皇上收了他的兵权。他为了在朝堂上站稳脚跟，急需蒋襄的父亲，礼部尚书蒋敬的帮助。在权势面前，他选择了蒋襄。恐怕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逐渐冷落你娘的。而蒋襄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对我娘暗中下毒的。
至于侯爷有没有参与下毒，自然是有办法查清楚的。就是看你是愿意继续查下去，还是愿意一辈子装聋作哑。我爹见过他，他知道的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干什么呀？快拉我上去啊！不好好练武，还敢带他们去喝酒？你答应过我什么？哎呀，练武又不是一蹴而就的，我休息会儿怎么了？我就带他们吃个饭。哎呀，先别说了，臭死恶心死！快拉我上去！环峰，石磊，我请你们吃饭，你们就见死不救吗？庄之行，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为你娘报仇，却连这点苦都吃不了。当然，你要是不在乎，就回侯府，继续当你的高粱子弟。你娘在天之灵一定会体谅你的，只是为母报仇一事，你永远都不要再提。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这就回去好好练武。那你从这儿爬上来吧。这我要怎么爬呀？爬就爬。我都答应你们回去好好练武了，把我拉上去怎么了？上不来，那就从那个洞里钻出去吧。他还真爬上来了。记住你说过的话。继续。继续，继续。
你看准了。行了，先别打了，来，把药喝了。什么呀？这是补药，强身健体的好药。多想将你收藏，命运却捉弄，多荒唐。小无畏，叹无常，人心生四海，此生多风浪。北风狂射苍茫，谁奋不顾身，换遍体鳞伤。情难放，爱难藏，窗外雨霖铃，又一年秋凉。了却人间事，我转身苍茫。这庄之行可真行啊！有他一个酒囊饭袋还不够，把这京城最出名的几个废物公子都给找齐了。燃香！比试开始！好，红队得逞。超二，你是东倒西歪的，是今日喝了酒吗？走，传给我！知道他是个废物，但没想到这么废物。一点武将的影子都没有，谁知道是不是平津侯的种啊？走，走喽！香还没有燃尽，你们是已经打算放弃了吗？我一直以为我是京城最顽固，现在看来，比我差的多了去了。至少我还没有放弃，我自己上。
想赢了就跟上，跟他们拼了！你怎么缠着球啊？你会不会？你唬谁呢？你会打吗？都给我认真点儿，说谁也不能输庄志强。这招是我教他的，那是我用扭药打的好底子。时辰到，清队上！诸位，本次不打球赛，清队上！黑马旋转乾坤，率队绝处逢生，一举夺得胜利。从前种种，不过是蓄势待发。如今这黑马崭露头角，势如破竹，且看他日后如何大展宏图吧。听说知行夺了不打球的魁首，这知行好久不回家了，原来是准备不打球去了，真让人吃惊。怎么也不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呀？我们都还蒙在鼓里呢。哎，想不到二弟还有这番能耐，还真叫人刮目相看呢。不过也是。他平日里就喜欢这些逗乐的玩意儿。侯爷，我听说二公子私下找了师傅勤练武功，也不出去玩乐了。原来二公子习起武来，比寻常人要快很多呀。
庄家历代武将，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。只不过这小子，往日烂泥扶不上墙，如今却出人意料。小时候没白教他。朝廷明日会嘉奖魁首，听闻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会亲临。侯爷若是顾不上，小人想多带些人去，祝贺二公子。赢了不打球，当爹的自然要给他去撑撑场面。况且有朝廷命官在场，明日你随我一同前去。你是我幕僚，有些人是时候让你认识一下了。是，侯爷。你们几个先去，我去见一下父亲。好。参见侯爷。侯爷，侯爷，儿子见过父亲。你平日最讨厌与人比试，怎么突然喜欢上不打球了？儿子已长大了，也想像大哥一样为父亲分忧，但儿子自知文采比不上大哥，只能增进武艺，将来好为父亲出力。没想到，你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，第一次参赛就夺得魁首，不错。儿子只苦练了2个月，本不指望能打几场，尽兴便好。谁知一路过关斩将，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你说我儿子，侯府几代将才，这是你骨子里的东西。儿子谨记。行了，去吧。侯爷，你家公子一表人才啊！林大人过奖了。